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有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那癌症对生命有很大的威胁，所以很多人都害怕它。那有些人会有疑问，和癌症患者一起吃饭会不会被传染呢？答案是不会，因为癌症本身是没有传染性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但是和癌症患者吃饭时需要注意下面这3点。第一点，餐具要消毒，因为癌症患者的免疫力比较低，所以使用的餐具最好都仔细消毒，以免受到细菌病毒感染。还有呢，最好给他们单独准备碗筷。第二点，饮食要健康，有癌症的人要保持饮食健康才行，少吃油腻、辛辣、高脂肪的食物，平时清淡饮食，保证营养均衡，这样才有利于身体健康哦。第3点，避免敏感话题。那和癌症患者一起吃饭时，最好避开敏感话题，以免给他们加重心理负担。那癌症是很可怕的疾病，所以平时要多预防。建议大家要多运动，少做多动，保持健康的体重，还有饮食呢要健康，多提升自身的免疫力。可以常吃点桑葚、枸杞等养生食材，可以提高免疫力，预防疾病发生哦。很多人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斑点，其实呢，这可能是肝不好的表现。那么肝不好，我们就要想办法养肝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有养肝养颜的作用哦。大家呢可以常揉腿上的一条筋，那这条筋就是阴陵泉和地基穴的连线。阴陵泉在膝关节内下方凹陷处，而地基穴呢就在阴陵泉下3寸。我们按揉的时候可以将4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从阴陵泉往地基穴慢慢的揉，然后再返回来，这样按揉3到5分钟。因为阴陵泉和地基穴都属足太阴脾经，所以呢这样按揉能够促进气血运行，有健脾的作用。同时还能帮助养肝养颜、疏通经络，所以呢，坚持按摩这个地方，气色也会越来越好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到心肝宝贝儿，那看得出来肝脏的重要性。但是呢，生活中的一些行为，有意识的、无意识的，就对肝脏造成了伤害。那想要养肝，可以常喝下面这一种水：蒲公英根水。蒲公英的根有很好的养肝作用，用它泡水喝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功能，促进肝脏排毒，帮助肝脏减轻负担。那肝不好的可以经常喝一喝。除了喝蒲公英根水，生活中呢还要少做2件事哦。1. 少熬夜。经常熬夜不仅会影响肝脏排毒，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影响肝脏健康。所以呢，想要肝脏好，得少熬夜。2. 少生气。怒伤肝。经常生气呢，会导致肝气郁结，长此以往呢，影响肝脏的健康。所以平时少生气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能帮助养肝护肝哦。一个人总是莫名的发脾气，还失眠、头晕目眩，那么就可能是肝火比较旺了。那肝火旺该怎么降火呢？今天木子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能够帮助清肝去火、健脾养胃哦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章门穴。章门穴呢是肝经的一个穴位，也是脾的募穴，所以肝火旺的人，还有脾胃不好、食欲差的人都可以按摩这里。我们可以呢曲肘，腋下合上，然后呢肘尖所指的位置就是按压这里会有酸胀感。那我们按摩时可以用敲打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掌根推，每次5分钟左右，能够疏通肝经、清肝去火、疏肝理气，还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哦。大家可以坚持的做。很多人一到晚上就睡不着觉，或者呢总是凌晨就醒了，然后呢翻来覆去折腾就天亮了。其实这个有可能是肝火旺了哦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，有助降肝火和睡眠。坐在垫子上，双腿向身体2侧分开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大腿内侧有拉伸感。那脚尖向上，然后呢上半身向前向下弯，双手也向前伸直，手掌接触地面。如果身体僵硬的人，可以保持脊柱直立，这样坚持1分钟，反复做3到5次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肝经，可以帮助疏通肝经，对降肝火、促进睡眠有帮助。生活中我们时常会有上火的情况，
最常见的就是肝火了。如果肝火旺了，就可能会有嘴里发干发苦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还老是想发火的情况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抓紧降火了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2种茶，经常的喝一些，可以帮助降火养肝哦。金银花茶，金银花呀，气味清香，能清热解毒，帮助身体排毒。那喝的时候可以把金银花直接放到杯子中，然后用开水冲泡就行，有很好的降肝火的作用哦。苦丁茶，苦丁茶中含有苦丁皂苷、氨基酸、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，而且呢，苦丁茶性质寒凉，肝火旺的朋友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有很好的疏风清热、降肝火、养肝护肝的。很多人经常感觉到郁闷、压抑，其实这可能是肝气不通了。那想要知道肝气通不通，可以看2个地方哦。一看嘴巴。大家呢可以把嘴巴闭上，感觉一下嘴唇内侧，如果发干，就可能是肝火旺了。2看眼睛，如果眼睛经常的发干发涩，这也是肝气不通、肝火旺的表现。那下边再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动作，那就是敲肝经。肝经在大腿内侧，也就是内裤线循行的位置。大家呢可以坐在椅子上，将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，然后手握成拳，用拳头从上往下敲打，左右交替敲打5到10分钟。这样敲打肝经可以帮助畅通肝经，疏通肝气，能让你睡眠变好，心情也变好哦。大家呢都知道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经络、穴位和反射区。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肝脏反射区。那肝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按摩脚底的肝脏反射区，位置就在右脚的第4、第5指骨的底面。找到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食指第1指关节推按。按的时候可以用左手扶住右脚的脚背，然后力度由轻到重，每次按摩10分钟左右。这样按摩可以疏肝利胆、平肝潜阳、补益肝血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常言道，肝好一切都好，肝不好未老先到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养肝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，我们还要注意保持好的心情，尽量不要熬夜，多喝水，对肝脏健康有。肝脏是一个哑巴器官，即使它出现问题，它也不会喊痛。那肝脏好的人，晨起会有3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你了。表现1，没有口臭、口苦。大家都知道，肝脏有解毒和排毒的作用。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影响身体排毒，早晨起床后就可能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。但如果你口气非常清新的话，说明肝脏还算不错哦。表现2，胃口非常好。肝脏的好坏也会影响消化系统。如果你早上起来吃麻麻香，胃口非常好，说明消化系统很正常，这样也间接反映肝脏很健康哦。表现3，眼睛不干涩发痒。肝开窍于目，如果肝火旺，早起眼睛会有发干发痒的情况。但如果你眼睛非常舒服，没有这些情况，说明肝脏保养的还行哦。肝脏最爱的2种食物，没事吃一点，养肝护肝，肝病绕着走。1，葛根。葛根大家可能不常吃，那经常吃的都是葛根粉。其实葛根是可以直接吃的，还可以煲汤。葛根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，经常吃有助肝脏正常代谢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2，玉兰根。玉兰根中含有胆碱，可以加速磷脂合成，对肝细胞的修复有帮助。所以呢，经常吃玉兰根也能够帮助养肝护肝。那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，比如说熬夜、喝酒、忧愁过度等，这些都可能给肝脏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呢要改掉这些坏习惯，这样才能保护肝脏。生活条件好了，那家里肯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剩下的食物。有的人说呢，隔夜的食物不能吃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隔夜都不能吃。那下面这2种食物隔夜了，大家可以放心吃。第1种，肉类。肉类食物含有的维生素比较少，大多是蛋白质和矿物质，所以呢，肉类隔夜以后，营养成分流失的也非常少，并且不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，所以隔夜的肉类大家可以放心吃，如果扔掉就太浪费了。第2种，瓜类蔬菜。
瓜类蔬菜和绿叶蔬菜不同，绿叶蔬菜隔夜后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，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但瓜类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很低，像黄瓜呀、丝瓜呀、冬瓜等，这些隔夜后还是可以放心吃的哦。得啦，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